一直到飞机起飞的时候，伊藤雄彦还是显得有些闷闷不乐。登机之前，伊藤菜菜子专门在飞机下方为伊藤雄彦拍了一张身穿文服羽织裤、依靠假肢站立的照片。拍完之后，便立刻让家里的佣人将他扛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半小时后，开始了平稳飞行。伊藤菜菜子便赶紧和姑姑一起张罗打包带上来的食物和蛋糕，给伊藤雄彦裹了一个空中的50大寿。伊藤菜菜子为他点燃蜡烛，唱完生日歌，便哄着他说道：“欧多桑，快吹蜡烛吧。”此时伊藤菜菜子也没发现自己对父亲伊藤雄彦的称谓已然从父亲大人变成了欧多桑，甚至几次在不经意间用上了略带训斥的语气。未曾想，这反倒将伊藤雄彦原本的傲气压了下去。被宝贝女儿训斥之后，他反而没了原本的暴脾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孩子般的委屈。听闻伊藤菜菜子让他吹蜡烛，伊藤雄彦因为不太开心的缘故，悻悻地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哼哼道：“我不要吹蜡烛。50岁这么重要的生日，结果要被扛到飞机上过，实在是太草率，太敷衍了。”伊藤菜菜子微微一怔，随即笑着说道：“欧多桑，正因为50岁生日很重要，所以才特地要给你过2次啊。说不定叶晨君让我们过去，也是为了给你庆祝生日。要是您不满意，下飞机之后我再给您补办一个。”伊藤雄彦哼哼唧唧地说道：“你不要骗我了，现在都已经7点多了，没等我下飞机，今天就过去了，拿什么过2次生日？”伊藤菜菜子认真道：“欧多桑，你忘了日本和美国是有时差的了。纽约比我们慢了13个小时，但我们飞行速度快一些的话，11个小时就能抵达纽约。别看我们从日本起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等我们在纽约落地之后，天都还没黑呢。”伊藤雄彦听到这话，整个人愣了片刻，旋即惊喜地说道：“是啊，我怎么把时差给忘了？”见他笑逐颜开，伊藤菜菜子连忙说道：“所以欧多桑，快吹蜡烛吧。”伊藤雄彦意识到自己的表情管理出了问题，连忙又本着脸道：“你以为我愿意50岁生日当天从地球这一端强制飞到地球另一端？”伊藤菜菜子笑着说道：“好了，欧多桑，您就当是陪我去纽约见我朝思暮想的叶晨君。如果能让您的宝贝女儿高兴，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伊藤雄彦听到这话，整个人恍然片刻，旋即便忽然笑逐颜开，看着身穿和服、亭亭玉立的伊藤菜菜子，不由感叹：“菜菜子，欧多桑真想早些看你出嫁啊！”此时此刻，纽约正值早上8点半。叶晨给费可欣打了个电话，开口便道：“费小姐辛苦安排一下，我想去冰冻中心看一看李亚林。”费可欣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叶先生。”可欣这就准备直升机，15分钟之内到酒店顶层接您。好，叶晨便道：“那待会儿见。”好的，叶先生，待会儿见。15分钟后，费可欣乘坐的直升飞机在白金汉宫酒店的顶楼降落。叶晨带着苏若离以及陈泽楷、洪武一起登上了直升飞机。半小时后，直升飞机便飞抵纽约市郊一栋偏僻的建筑上方，这里便是费家的医疗科技中心。这栋建筑是方圆2公里内唯一的一栋大楼，高25层，周围戒备十分森严。一下直升机，费可欣便主动走在前面，一边带路，一边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这里是爷爷之前出资成立的一个医疗科技中心，主要是为了研发和试验一些比较高端和先进的治疗手段及药物，包括目前癌症领域最先进的质子治疗系统、细胞免疫疗法，这里都有。
而且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时费可欣想起什么，又道：哦，对了，叶先生，梅奥诊疗中心你应该听说过吧？被誉为全世界最顶尖的癌症专科医院。听说过。叶晨点了点头，道：梅奥在全球久负盛名，应该很少有人不知道。费可欣微微一笑，说道：我们这里的癌症团队成员与梅奥有60以上的重合，他们的顶级专家也同样为这里服务，甚至在尖端科研上，我们走得比梅奥还要远一些。毕竟梅奥自身还要考虑盈利，但这里是不考虑盈利的。说着，费可欣又道：另外这里还有目前全美最顶尖的器官移植中心，最顶尖的癌症诊疗团队，最顶尖的心脑血管以及抗衰老研究团队。我们的冰冻中心就在地下5层，是按照可以运作300年设计的。爷爷之前说过，如果他走了，就立刻送到这里冰冻，给未来留一线生机。或许200-300年后的科技能让他死而复生。叶晨点了点头，感叹道：看来维持这么一个医疗科研机构，费家每年要花费不少成本。费可欣感叹道：每年至少10亿美金起步吧，高峰阶段也有过一年狂烧20-30亿美金的时候。说到这里，费可欣又道：不过虽说这里不追求盈利，但确确实实也是有盈利能力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科研成果也可以很好的进行商业变现，并且能创造不菲的利润。目前这里70以上的成本都能够收回来，医疗行业就是这样，虽然投入成本很高，可一旦研发出顶级特效药或者非常好的新型治疗手段，一年赚100-200亿美金也不是难事。押对一个单品，有可能就扭亏为盈了。叶晨赞同地说道：做医疗行业最怕的就是不舍得投入研发成本，有的药企几年甚至几10年就守着那么几款药品坐吃山空，很难做出什么社会贡献。还是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才能造福社会。费可欣点了点头，认真道：叶先生说得对，对医疗行业来说，研发非常重要，所以我接手费家之后，没有缩减这里的预算，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个30-50的弹性预算。两人聊着，已经来到顶层电梯口。这时电梯刚好上来，门打开时，里面走出3个男人，其中一个男人一眼便认出叶晨，紧接着便激动无比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我的天哪，真的是您叶先生。叶晨皱了皱眉，看着眼前说话的男人，这才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男人竟然是自己之前接触过的美国 FDA 的负责人詹姆斯·史密斯。